你知道吗？我这些年反反复复读《金刚经》，每次读到那句“汝等比丘，知我说法如法语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”，心里总会咯噔一下。什么叫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我们一般人理解佛法，总觉得佛法是好的、对的、高尚的，我们当然要抓紧它，抱住它，一丝不苟地遵循它。非法，那些不好的、不对的、世俗的东西才是应该丢弃的，这是最直觉的理解，对不对？但佛陀在这里说了一句让人后背发凉的话，连真正的佛法到了最后都要像渡河的筏子一样放下，更何况那些与佛法相违背的非法呢？这话的重音不在何况非法，而在法上应舍。也就是说，佛法本身恰恰是修行人最难放下的最后一道执念，它甚至比世间的功名利禄更难放下，因为它是好东西啊。我最初读到这句话时，其实是不服气的。作为一个自认为精进的修行者，我觉得佛法就是我的命根子。我每天早上起来先翻经书，晚上睡觉前还要想着今天念了多少遍佛号，打坐了多久，今天有没有如法，这些有什么不对呢？难道修行佛法最后连佛法都要丢掉？那还修什么？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。后来有一次我去了敦煌，从敦煌回来之后，我把《金刚经》又翻出来重读了一遍。这一次我特别注意到了一个细节，佛陀在说法语之前，先说的是另一句话：如来所说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说，非法，非非法，非法非非法，不是法，也不是非法。佛陀把自己说的话都否定了。我所说的这些，你们不要抓住不放，它既不是固定不变的法，也不等于非法。这就是中道。如果你执着于这是佛法，那是非法，你就已经落入了二边，离开了中道。这让我想起了禅宗六祖慧能在《坛经》里的一句话：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如果你连法都不去染着，哪里还会被非法所染着呢？人们常常把这两句话当成口头禅来讲，但很少人能体会到它背后的锋利。它不是在说一切皆空的浪漫哲学，它是在要求你把手里抓着的最后那根稻草也松开。我试着这样做很难。有一次，我在闭关期间连续7天没说话，每天只读一部经。到了第5天，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，我修得不错，你看我多清净，我有境界了。这种感觉来的时候，我甚至觉得自己的呼吸都变轻了，走路像踩着棉花一样轻飘飘的。但紧接着，我心里有一个声音说：哦，你现在又在着相了，你着了清净相、修行相、有境界相。那一瞬间，我像被人泼了一盆冷水。原来我以为的精进，不过是一种更隐蔽的我执，把我在修行，我有境界，我很清净，这些自我认知当成了一面旗帜，高高举起。而《金刚经》说的法上应舍，恰恰是要你连这面旗帜都放下来，因为你一旦举起了它，你就已经不在中道上了。后来我读到一个故事，更能说明这种法执的危险。有一位老和尚修行了几十年，每天诵经拜佛，从不间断。临终前，他叫来弟子说，自己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学会放下。弟子很惊讶说：师父您修行这么久，怎么还没放下呢？老和尚说：我放不下修行这2个字。他修行了一辈子，最放不下的恰恰是我在修行这件事本身。这个故事的结局让人唏嘘，但它也让我看到了一个真相：如果你的修行让你变得更紧张、更挑剔、更执着于对不对、如不如法，那这个法就已经变成了你的新枷锁。佛陀是一位极其高明的教育家，他讲的法语就是针对这种修行者的自我感动开的一剂猛药。在《金刚经》中，佛陀反复使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修辞方法，如佛说：般若波罗蜜，
既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每一次肯定之后，马上否定，否定之后再给予假名。这不是文字游戏，这是在不断拆除你心中建立起来的概念。城堡，你刚觉得我懂了，他就把梯子抽掉，你再搭一把，他又抽掉，直到你彻底放弃依靠概念来抓住佛法，他才点头微笑。你说这像不像一个严格的老师？他不要你抄答案，他要你真正理解题目本身，然后把所有答案都忘掉。可是我身边很多修行人恰恰是在抄答案，他们把如法当作最高标准，把不如法当作洪水猛兽，吃饭要念供，走路要持咒，说话要引用经典，做事要符合戒律。这些行为本身没有错，但当你把它们当成修行的全部内容时，你就从过河的旅人变成了船上的水手，你再也看不见彼岸了，你只知道要把船划好。你忘了船的意义在于让你过河，而不是让你一辈子在船上生活。敦煌莫高窟，你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的吗？开凿于初唐的96窟弥勒像高33米，是世界上最大的泥塑佛之一。还有盛唐时期的130窟弥勒像高26米，是第2大佛。你站在那些巨大的佛像脚下，仰起头，能看到1000多年前的画师和工匠留下的痕迹。我去的那天是深秋，敦煌的风很大，沙子打在脸上生疼。我跟着人流走进一个又一个洞窟，看着手电筒灯光下那些剥落的壁画，残缺的佛像。有一尊菩萨像让我停住了脚步，他的面部已经模糊了，颜料大面积脱落，只剩下土黄色的底层。他的右手脐腕断掉，衣纹也断断续续，看上去坦白说很破旧。可是我在那尊像前站了很久，旁边有人在说，哎呀，太可惜了，都坏了。也有人举着手机努力想拍出完整的样子，但我看着那张模糊的面孔，突然觉得他好像比那些金碧辉煌的新塑佛像更有话说。那一瞬间，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禅宗公案。唐代的丹霞天然禅师在慧林寺挂单的时候，天寒地冻，没有柴火取暖，他走到佛殿，直接劈了一尊木刻的佛像扔进火里烧了取暖。院主看见了，吓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，你怎么敢烧佛？丹霞禅师拿棍子在灰里拨了拨，说我烧取舍利。院主说，木头佛像哪来的舍利？丹霞禅师说，既然没有舍利，那我就再搬2尊来烧。后来院主的眉毛和胡子不知怎么的都脱落了。这个故事我年轻时读不懂，觉得丹霞禅师简直是个疯子，甚至有点大不敬。但站在敦煌那尊残缺的菩萨像面前，我忽然明白了一点，如果你以为那尊木雕就是佛，你就永远认不出真正的佛。佛像只是一个象征，一个指向月亮的手指，它不是月亮本身。世人追求佛像的完美完整，金光闪闪，觉得这样才庄严，才有功德。但在真正的修行人眼里，佛像破损了，褪色了，恰恰在告诉你一个真相：一切有形有相的东西都在成住坏空之中。你执着于那尊完美的佛像，就像抓住渡河的筏子不肯上岸。你以为你拥有了佛法，其实是佛法困住了你。从敦煌回来之后，我又读了很多关于禅宗公案的资料，我发现丹霞烧佛并不是孤立，禅宗史上类似的公案层出不穷。德山宣鉴禅师是另一个典型，他本来是《金刚经》的权威著书家，被尊为周金刚。他听说南方禅宗讲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觉得这是邪说，于是挑着自己批注《金刚经》的青龙书抄去南方论战。路上遇到一位卖点心的老婆婆，老婆婆问他挑的是什么，他说是《金刚经》的注书。老婆婆说，《金刚经》讲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你既然注《金刚经》，那我问你，你现在点的究竟是哪个心得山？
无言以对。后来他见了龙潭崇信禅师彻悟之后，把自己辛辛苦苦著的青龙书抄全部烧掉了，说了一句话：穷诸玄变，若一毫置于太虚结世书机，似一滴投于巨壑。什么意思？你费尽心思研究经典，思辨法义，对于宇宙真理来说，不过是大虚空中放入一根毫毛那么微不足道。你穷尽所有聪明才智和辩论技巧，对于解脱之道来说，不过是大山沟里投进一滴水。所以你的学问、你的理论、你的法，放下吧，多狠多痛快。德山禅师把《金刚经》著书烧了，丹霞禅师把木佛烧了。这些行为看上去大逆不道，但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，拆除你对法的最后执念。真正的佛法不在经书里，不在佛像上，不在你念念不忘的那些概念和仪轨当中。它在哪里？它在你放下一切执着之后，那颗赤裸裸的心。我还想起了临济义玄禅师的一句名言：逢佛杀佛，逢祖杀祖，逢罗汉杀罗汉。这话听起来更恐怖，但它的精神内核是一样的。不要被任何相所困，包括最神圣的佛像。一旦你心中升起了佛的固定形象，你就已经偏离了佛性。这些禅宗大师为什么会说这么狠的话？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群精进的、用功的、求法若渴的修行人。这些人恰恰是最容易被法困住的。就像我自己当年的状态一样，每天看经打坐念佛，看起来不知道有多精进，实际上已经被精进相黏住了，动弹不得。所以禅宗大师们不得不下猛药，用这种极端的方法把人从法执中震出来。说完了古人的公案，我想跟你讲一件我自己的糗事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特别沉迷于修行这件事。怎么个沉迷法呢？我给自己定了一整套功课表，每天凌晨5点起床，打坐1小时，上午读《金刚经》3遍，下午抄经，晚上还要再念1小时佛号。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像一个军事堡垒，每一个时间段都被法填得满满当当。有一天，一个朋友约我周末去爬山，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拒绝，因为我心里想的是爬山耽误修行。你看我那时候有多荒谬，我已经把修行变成了一种新的执念，一种更高雅的、更正确的瘾。有一天下午，我在抄《金刚经》，抄到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这一句手突然停住了，我盯着笔尖下那些字，心里冒出一个声音：你现在抄经的这颗心，它是你过去的心、现在的心，还是未来的心？你忙着修行的时候，你的心到底在哪里？我放下笔，坐在桌前发了好一会儿呆。我突然发现自己就像一个在跑步机上拼命跑的人，汗流浃背，觉得自己跑得真快，真努力，但其实一步都没有移动过。我所谓的修行，不过是用一种法相替换了另一种法相。以前我执着于名利，现在执着于诵经；以前执着于吃喝玩乐，现在执着于打坐时长。骨子里那个我执，其实纹丝不动。这让我想起了赵州禅师的吃茶去公案。有人问赵州禅师什么是禅，他问一位僧人：来过吗？僧人说没来过。赵州说吃茶去，又问另一位僧人来过吗？僧人说来过了。赵州还是说吃茶去。院主在旁边觉得奇怪，问这是什么意思？赵州喊了一声院主的名字，院主答应了一声赵州，说吃茶去3个人3个不同情况，同一个回答。这里没有高深的理论，没有复杂的仪轨，甚至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给你。赵州禅师就是要你放下分别心，回到最平常的当下，来的没来的，困惑的，到了这一步，统统放下，吃茶去。赵州禅师还说了一句更狠的话：有佛处不得住，无佛处即走过。你心中有了佛的概念，不要执着在那里。你觉得没有佛了，也不要停下来，
要赶快走过去。连佛都不能成为你停下来的借口。这句话像一把刀，直接戳穿了我那套华丽的修行外衣。我发现自己所谓的精进，其实是在有佛处赖着不走，沉浸在我在修行，我很精进，我如法的自我满足里。这恰恰是《金刚经》里说的：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我有了一个修行很精进的自己的相，就已经背离了真正的佛法。自那以后，我做了一个小实验，我把功课表扔了，我早起，但不强迫自己非得打坐1小时。我仍然读经，但不规定变数。有时候我一整天什么都不修，就是出去走走，看看树，跟路边卖豆浆的大爷聊几句。说来奇怪，当我不再装模作样地修行之后，反而觉得心里松快了。看见一朵云能感觉到美，听见雨声心里能静下来。这大概就是《金刚经》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心无所住才生得起真正的清净心。但这种放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，所谓放下的过程，其实是一个反复拉扯的过程。你以为放下了，其实你只是把执着转了个方向。比如我扔掉功课表之后的一段时间，又开始执着于不执着，灵魂里住进了一个小督察，随时盯着自己。你现在是不是又在执着？你是不是还没有放下？你怎么能还在意这个？这简直荒谬透顶。我用放下的概念来鞭打自己，用不执着来执着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以法破法。你用一个概念去打破另一个概念，结果2个都卡在你心里。我后来想明白了，这种执于不执的状态，其实比最初的法执还要麻烦。因为法执至少还有一点方向感，你知道自己抓着什么。但执于不执，就像是虚空中的虚空，你连抓手都找不到，却还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困住。所谓解脱，变成了求解脱的枷锁。我有一位道友，在这方面比我通透得多。他修行了20年，从南传的内观到藏传的大手印，从禅宗的参话头到净土宗的持名念佛，几乎所有的法门他都试过。他跟我说过一段话，我一直记在心里。每一个法门都是一件衣服，你穿上了，试一下尺码，觉得合身就先穿着，但你要知道你早晚要把它脱下来。而且如果你一辈子都在换衣服，从来不看自己真正的样子是什么，那你换一柜子衣服都是白搭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我正在跟他抱怨不知道该修什么法门好。现在想来，我那颗追问的心依然是在向外找，向法门找，而不是向内看，向自己看。这个教训让我想起《楞严经》里那句著名的话：狂心顿歇，歇即菩提。这句话我早就读过，但一直没有真懂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坐在窗前，外面下着毛毛雨，我什么也没做，什么也没想，忽然间有一种极其微小的清凉从心里升起来，不是兴奋，不是狂喜，不是发麻，就是一种凉丝丝的安静。那个瞬间我意识到，原来菩提不是修来的，而是歇来的。你不需要再去修什么法门，打什么坐，念什么咒，你只需要把那个狂心，那个忙忙碌碌抓东抓西的心歇下来一歇，菩提就在那里。可是歇是最难的事，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训练都在告诉我们，要努力，要进取，要抓住什么才算活着。让你歇下来，比让你跑100公里还难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修行人跑到山里去闭关，却依然心里计较着入定的时长。他们的身体歇了，心没歇。有一次我在欧洲的一个博物馆里，看到米开朗基罗的一组未完成的雕像，叫做奴隶系列。你知道吗？米开朗基罗到了晚年，很多作品并没有雕完，石头里还有一些粗粝的原始表面，人体的部分只雕出一半，像是正在从石头中挣扎着诞生出来。
这些雕像没有被磨光，没有被抛光，甚至有些地方连基本的轮廓都没完全显现。艺术史家把这些作品称为未完成美学。我在那些雕像前站了很久。米开朗基罗如果愿意，完全可以继续雕下去，把石头磨得光洁如玉，但他没有。那些未被驯服的石面像是敞开的通道，邀请你用自己的想象去完成它。它不完全，但它就那样存在着粗糙、原始、真实。我突然明白了，米开朗基罗放弃了完美，因为他知道真正的生命力恰恰来自于这种未完成的状态。雕刻的过程本身比一件光洁完美的成品更有意义。修行不也是这样吗？我们总想把自己修成一个完美的人，无贪无嗔无痴，光洁的像一块抛光的大理石。但佛陀的法语恰恰在说，连渡河的筏子都要放下，你怎么能指望抵达彼岸后还抱着它不放呢？佛法是什么？佛法就是那条筏子，它载你渡过烦恼之河，但你到了彼岸就要舍筏上岸。如果上了岸还把筏子扛在肩膀上，那不是在修行，是在负重。佛陀说的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意思是连正法最终都要放下，何况那些错误的见解和世间的执着呢？如果你的修行让你变得更紧张，更执着于对不对、如不如法，那这个法就已经变成了你的新枷锁。这是修行的最后一道关隘，放下对法本身的那点最后的微妙的舍不得。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像米开朗基罗那些未完成的雕像。你此刻的面容，你经历的那些不完美的日子，那些断断续续的挣扎，它们不是需要被磨掉的瑕疵，它们本身就是生命的真实样貌。不要把修行当作一个成为完美的项目。修行是对自己的诚实和宽恕，是在每一次你发现自己又执着了的时候，轻轻地对自己说一句：哦，又来了，然后放下，不带评判的放下。赵州禅师活了整整120岁，一辈子教人什么？不过是吃茶，去3个字。他从来没说我来教你们一套最高明的法门，他只是在日常生活中老老实实的吃饭、喝茶、睡觉，然后告诉你这就够了。我想，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做到，不再执着于我是一个修行人这个标签，不再执着于我有多少功课要做，我懂了多少佛法，那才算是真正跨过了那道最后关隘。在那之前，我愿意像米开朗基罗的雕像那样，保持一种未完成的状态，粗糙真实，不断调整，但不放弃。说到未完成的智慧，我想起了另一个故事。日本有一位禅僧叫梁宽，他把一生都用在最简单的事情上，托钵乞食、坐禅、写俳句。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诗句：落花随流水明月照九州。梁宽从不追求什么大成就，他也不收很多弟子，也不建多大的寺庙，他就是在自己的小茅棚里过着最朴素的日常。有人问他什么是修行，他说：你饿了就吃，困了就睡，这不就是修行吗？听上去简单得像废话，但细想起来，比所有高深的理论都难以做到。因为你吃的时候可能在想工作，睡的时候可能在纠结明天的事。梁宽说的是全然的活在当下，吃的时候只有吃，睡的时候只有睡，不做第二件事。这其实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日常化表达。所以我想，修行的尽头不是成为一尊金光闪闪、端坐莲台的佛，而是成为一个能好好吃饭、好好睡觉、好好摔一跤、好好爬起来的人。这个人在菜市场买菜会因为讨价还价而开心，在公交车上会因为让座而微笑，在跟朋友吵架之后会因为一句对不起而和解。不是因为他修行到家了，而是因为他本来就如此。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这句话说到底，不是让你否定佛法，而是让佛法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，
之后自然的脱落。就像你小时候学骑自行车，你花了很长时间去学平衡、学踩踏板、学刹车，等你真正会骑了之后，你就不再需要想着怎么骑了，你上车就走。佛法的作用也是一样的，它帮你建立正见，培养戒定慧。但当你真正上路了，就应该把法忘掉，只管活在当下去。最后，我想跟你说这样一段话，作为今天的收尾，你不必把自己修成一尊完美的佛，你只需要认出你本来就是那些因缘起而聚散的情绪、念头、成败、得失，都只是渡河时路过的风景。你手中如果有法子就用它，但别忘了上了岸就把它放下，因为此岸即是彼岸，而你始终站在自己的心里，喝茶去吧。